大家好，欢迎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了，让我们有请今天的3组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侯先生37岁，来自陕西，自由工作者；宋女士34岁，来自山东，宝妈。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之间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我就是丧偶式婚姻，我老公宁可给自己买貂，他也不给孩子做饭。我买貂不是为了有面吗？那有面了才能有活，有活我才能挣钱呢。他宁愿晚上出去喝酒，他也不给孩子陪伴。喝酒就是为了人脉啊，那人脉就是资源呐，资源才能变现呢。他宁可在家躺一天，他也不出去上班。那我要他有啥用？我躺着也是工作呀，工作也是挣钱呐，挣钱我才能养家呀。哎呀，这个看完以后，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躺着就是在工作呢？那咱们现在是不是都应该躺下呀？他可能躺着在联络业务是吗？对。而且发现就是女生无论说什么，男生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理由去堵他的嘴，对不对啊？这是爱的方程式吗？不是，怎么回事？老师，因为就是我媳妇吧，她现在跟我也是属于冷暴力的这种。多长时间了？要是从头算的话，现在反正得有2年了吧。不是，你们结婚多久啊？我们结婚8年。有没有孩子？孩子多大？有2个，一个6岁，一个7岁。男孩女孩？2个男孩。压力很大呀。那咱们一件一件事来说说吧，就是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现在就是不想让他再坐井观天，让他变得稍微现实一点，然后就是说不要打扰我的工作。不是，您做什么工作的？我是一个写手。写手？哎，我们同行。对，不巧我也是啊。你写什么的？我一般情况下写网剧。一年写多少部？3部，一部是150集左右，相当于是2-3个小时嘛，对吧？对，大概是几万字吧，差不多。挣多少钱？这个怎么说？好的时候挺多的。我知道，这个书评剧嘛，我就算你2块钱一个字吧。有了20万一年，他一年有拿了20万回家吗？没有，连家都养不起。哎，你说实话吧，你一年挣多少钱吧？差不多20万左右。你别跟我扯这个，我们都干这个的。一年也就1万多块钱吧。一年1万多块钱养活2孩子吗？4口人，你还挺白白胖胖的。他老婆都说了嘛，还穿貂呢。他20万，往家拿1万，19万自己花去了。我这么说吧，就是4年吧，我能挣了有将近60万吧。然后就是我组了2次团队到西安去做去了。我敢说这些钱我都发给我的员工了，我是1分没留。哦，自己家里也没留。没有，1分都没有。没有。我觉得今天妻子肯定有很多委屈。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想让他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他成天在家，感觉是很废物的一个人，家里的基本开支他都支撑不起来。那没有钱怎么办呢？他找我爸去了，背着我找我爸要去了。那你给不了，那我还不能找你爸啊？行啊，你作为一个男人，你不为家考虑，不为孩子考虑。你现在不是自己一个人，太自私了，就是适合当爸爸吗？哎，女生，咱先别着急扣帽子，咱说事实。我这么一算呢，一年1万，一个月几百块钱，这基本的生活开支谁来支付啊？从何而来？我婆婆每个月给补贴点。那您是跟公婆住在一起吗？对。那他呢？他搁家做什么工作呢？没有工作呀，所以我让他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个稳定的收入嘛。他不是说他现在在写网剧吗？现在还写吗？现在写不了。为什么？就是这么说，就我儿子学这个跆拳道以后啊，3天2头买东西，基本上我送孩子去了，教练说了，你看今天得买个校服，150，150就是我这1个月烟钱。老师都说了，我交了。没有烟就写不了网剧了。给孩子报个班，你就没烟抽了。就这个原因啊？真是这个原因啊？真是这个原因。我们的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因为没钱，所以要写，对吧？要有钱我们就不写了，没钱的时候我们才拼命写。你怎么跟我反着来呢？因为这老师就是我说的没有意义，就是你要是知道我在工作的时候，你再去打扰我，然后再找一些事去烦我的情况下，谁在打扰你？这个工作我去怎么做呢？谁在打扰你？先我跟孩子去打扰他，在这坐着呢吗？他工作时候你怎么打扰他了？就是他写剧的时候，他不是关门嘛，孩子突然之间就把门开了。那已经不是开的问题了，我戴着耳机子，我能听见我孩子在喊，然后咣当咣当踹门。
那怎么了？我不写了，我不写，我跟我朋友出去吃饭不行吗？你是什么朋友啊？整天我为了狐朋狗友、我为了说找这份工作，我为了你，我说找份稳定的工作，我托朋友帮我找份稳定的工作，有没有错？我出去应酬一下有错吗？给你找的什么工作呀？给你找工作了吗？你那朋友靠谱吗？啊，你干了10天，钱呢？咋没见到钱呀？人事他们老板在国外，项目停了。不让我去干了，那10天只那10天工资吗？那个刚才那个小片里面还说到一个说买貂，说什么不给孩子买奶粉，给自己买貂是？对呀，那是孩子小的时候，他挣了一笔钱，他没往家里交，他给自己买了一个貂。这个我感觉也不算是我犯错误，那就是他自己多想了，那什么都根本不听解释。来，那现在我给你解释的机会，先生，就是您买貂为了啥呀？因为就是到这个公司，就是我还没干满1个月的时候，这个团队出业绩了，老板就给发了8000块钱，这个8000块钱属于是奖金，但是老板发完这个奖金以后，微信上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看看咱们团队人都买貂了，你是否需要买一个？然后呢，你想咱们一出去，你自己一个人穿羽绒服，好不好？这老板是卖貂的是吧？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一想，我说那反正工资没发嘛，你不是发了奖金吗？他这个奖金描述我就买吧，就拿着奖金就8000块钱就买了一个。这个事儿就让他抓着了，就不放了，就说不给孩子买奶粉了，不管孩子了什么的。那你说我自己的孩子我能不管吗？那你自己的孩子你管了吗？我管呢，我能不管吗？反正在他嘴里我是啥也不管。不是，咱就说这奶粉的事儿，你就发了8000块钱，全职妈妈就没钱呀，孩子要喝奶粉呀，不让他说的那么惨，说就没有奶粉了。主要那个时候跟我婆婆住在一起，婆婆给救济吗？是不是？对。那你婆婆到底1个月给你多少钱啊？每个月补贴也就1000来块钱吧。婆婆补贴1000，丈夫1年挣1万，你们一家4口1个月也就不到2000块钱的生活费，孩子还要上学，所以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紧包活着呗。老师们，我问一下，就是我说这个数字，我们4口人活1年，你能信吗？那您说是多少钱？我说实话，就是好比说我今天挣500，我就留50，我就转给他；明天我挣1000，我还是留50，我还是转给他。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工资啊，既然不是工资，那就是我没挣钱。我就啥也不是，我养不了孩子。在转账上，我们也都有转账记录嘛。你转账记录上1年给你家里转了多少钱？3万多吧。我问一个问题啊，你2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7岁了，你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呢？因为孩子没人看呀。你看孩子不是上学了吗？上学，他早上8点送，11点接，下午3点又接。你们也没有什么小饭桌这一类可以托管的吗？小饭桌有，但是他奶奶不让。奶奶他们可不可以帮个忙呢？主要我婆婆身体也不好。我父母是什么？我父亲吧枪杆，然后母亲呢腿不好。就这你还啃老？不想啃呐。那有的时候不让人逼的嘛。所以都是理由和借口。对，男生的诉求很简单，你不要跟我冷战。但是呢，女生是做不到不跟他冷战的，是吗？他怎么样你能不跟他冷战？主要有时候他在家太懒了，就跟个废人一样。就比如我在家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他连饭也不做，就往那躺，就拿着手机，天天就是看手机，孩子一点也不管。我那是看手机吗？我看你打游戏呢。我那是在打字好吗？那也太巧了吧，顿顿到饭口写东西啊。哦，那就是所有发生巧的事都是我不对是吗？行，你俩也甭吵了，你们2个人现在这个状态啊，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好好对话的。我们听听2对过来人他们有什么意见好不好？这个男士我觉得他挺有才气，把你的才华充分的发挥出来。您就需要他更努力一些，对吧？努力。但是呢，生活呢，我觉得应该面对现实。首先，先把这个暂时的问题解决，别去刮扯老人，别去啃老。曲老师，您看看怎么办吧？男生，我知道你有一颗还蛮强的事业心，是，但所有的人，亲人、孩子、老人、妻子，全都要围着你这个目标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对，我想这父母身体那么不好，还要每个月给1000块钱拿着。妻子全职在家呀，2个孩子完全自己玩不转的，你却躺在床上。你告诉我，你看手机的时候真是都是在写作吗？不是，你在逃避。对，在家里还得端着，所有人都得围我转，我这个做不出来就是你们的责任。我就不相信那篇文章没有完成就是孩子打断你那件事导致的，你根本就完成不了，你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所以咱们脚踏实地好不好？要不我说我想让他再等我1年。等你1年干嘛呀？让我沉淀1年呢。
沉淀1年咋沉淀？沉淀1年我就会好起来呀。我刚37呀。你刚37，还在自以为是，是不是？怎么到38能发大财是吗？老师，这话可不是这么说呀。不是这1年你要干嘛？王公60岁跟的刘备，我们不算这个。姜子牙80岁，哎，就是这1年你有什么计划？这1年我有我的计划，要不为什么会来爱情保卫战呢？因为我已经有计划了，但是现在因为他我实行不了了。您说呀？什么计划？我们家离着国外很近，可以说是一步之遥。就是说我可以走这个信息流，我去拍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拿到网上很卖座的呀。哎，我就问你一句话啊，1年时间给你了，失败了，你会怎么做？这个计划有吗？这个计划没想过，我没想过失败。这是最重要的。侯先生，首先我觉得，任何一个有梦想的人，都有权利不被打击、不被嘲笑。你有这个权利，我非常的认同，因为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有另外一根弦在绷着。比如说，如果真的失败了，那我怎么给家里人一个另外的一种保障？同时，我怎么样去跟我媳妇儿来沟通？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我支持你的梦想，但是你得支撑这个家庭，梦想和家庭都要有的。有一句话我想跟您说，我不敢想象在这样一个家庭，你怎么有勇气能在家做全职太太？你的借口理由说啊，我要接孩子，我要送孩子，谁家没孩子是吗？就是当你已经看到你们家在你的口中是揭不开锅了，活不下去了，就这样，我宁愿扭头去管我公公要，管我婆婆要，我也不出去工作，因为我要接孩子。就是你们俩是一类人，大家都只固守在自己的观念和自己高举着我为了什么什么什么，而其实是躺平懒惰的一种状态。丈夫是我为了要实现我的梦想，我为了要怎么样，我要挣大钱，你等我1年，我38岁就好了。妻子是不行，我得接孩子。所以你们2个人都是极度自私，只考虑自己的舒适。我现在想来，觉得你们家那2个孩子特别的可怜。第一，生活在一个冷暴力的家庭，爸妈每天不说话。第二，爸爸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尤其又是男孩，他需要以父亲为榜样，可是每天看到爸爸是什么呢？在家待着。要不然就是我不能打扰爸爸。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也不工作，每天就是接送我们，给我们做饭。孩子在家里面感受不到父母的爱，感受不到一个和谐的家庭，然后你们2个人又不是全身心的为孩子着想，都是为自己着想。对你们2个人我没有什么好奉劝，我只是觉得孩子挺可怜的。你真太可气了。我就是干网文出身的，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妈就是用她对她的态度一样。我1个月往家拿2万块钱，我妈跟我说：“你去给我找一份5000块钱的工作，去传媒当老师。”她就这么跟我说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她。但你真的太可气了。柏拉图说：“我们所有人都在山洞里面，我们看着的这个世界是我们背后的影子。这个影子是什么？影子是我们内心的自我嘛？谁年轻时候没有自我啊？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千金散尽还复来嘛，对不对？问题是人到中年，个性就成了奢侈品，为什么？有责任嘛。才华这个东西对于作家重不重要？重要。做一线作家，你要变成余华，变成莫言，绝对靠才华。但是你要当作家这行，你要活下来，不靠才华，他靠勤奋。唐家三少，我跟他一起坐火车的时候，一路火车过去，他就一路写。我跟他聊了1个小时，他写了15000字，一边跟我聊天一边写的15000字。这个厉害。我去北京看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晚上的时候，所有网络作家全部回房间写字。这10年里面，但凡你每天能出产3000字，大的不说，你1年往家怎么不拿20万？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讲一个字，你看我们今天爱情保卫战192，对吧？我们就要爱谁，爱什么人？我不管你现在爱不爱你太太，至少那俩孩子你得爱吧。那俩孩子嗷嗷待着，那俩孩子跟你说一句话，说爸爸，你1个月拿5000块钱来养我们行不行？行不行？行。那很简单一件事啊，你先靠手艺，先把这个钱先挣回来，勤奋一点，职业一点，先把钱挣回来再说。在他身上至少我没有看到踏实，我看到的更多的是钻营、钻空子。在前一阵啊，就是时代的红利嘛，你想不那个快速发展都很难。我们都是车轮上的蚂蚁，车轮到哪儿蚂蚁到哪儿，你能说是蚂蚁爬得快吗？
现在，所以对于您来讲，如果您还希望的是我能够再跨上一个车轮，车轮带我到哪儿，我就能够带全家发家致富，不可能了，小伙子，脚踏实地一点。就跟您妻子讲，您带着孩子回您山东老家，请您父母帮忙看孩子一下，接送一下，你自己在当地找个班上。如果还爱他，这1年内不要起诉他离婚。这就是你对他可以做到的等待，这是我给您的建议了。而这个对于您来讲，也算是我给您的一个比较友好的建议了吧？你要的1年替你争取来了，支不支持不管，但至少不起诉离婚。那么你至少有1年的时间可以证明你自己，而且在这1年内，老婆孩娃都安全，老婆也能找回自己的人生状态。我没什么好说了。好，感谢2位。您2位再好好想想啊！来，我们换第2组嘉宾。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于先生75岁，来自吉林，退休；李女士72岁，来自吉林，退休。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来节目的目的是什么？你说现在我们都70多岁了，我老公要跟我俩分家，你说要各过各的，你说他有良心吗？谁让他总瞧不起我？因为钱都是他挣的，我要回来财政大权，有错吗？我一想啊，这心里就憋屈，跟他过一辈子吧，也没落个好。现在到这儿来了，我就想啊，跟他俩掰扯掰扯。没想到一听说到这儿来了呢，他还弄个顺口溜编排我，你说气人不气人？这么多年，他始终是一意孤行，擅作主张。我说的都是事实，你们给评评理，他这样做对吗？您来我们节目还编了一顺口溜是吗？我们能听听吗？啊，正好我带来了。哦，他72，我75，他属兔，我属鼠，他能歌，我35，相识1974，连理1975，同风雨，共甘苦。他一心赚钱去投资，结果损失的窟窿无法补，轻信他人买那个保健器材，连累的是好友和亲属。生气，我要回了工资卡，产生矛盾，谁管他？不知道是不是长久计？恳请导师点迷我。这信息量挺大的。矛盾就在工资卡上。哦，就在工资卡上。那个，我们能看看您那顺口溜吗？我来取啊。哎，好，谢谢您啊。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行行行，您说您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工资就39.5块，我们的生活呢就是得精打细算，想办法呀多挣点钱。怎么办呢？搞了那个服装裁剪，做那个大褂，他画这个样板，我用剪子绞。这是我们这个创业的有这么一个过程。我们攒的钱呢，都是这个辛苦钱，还有工资钱。我的工资从我们结婚就在他一手掌管，他确实是住家过日子的好手。哎呀，舍不得一分钱呐，他少吃一口，让我们多吃一口，让孩子多吃一口，是这样的人。但是呢，他就认为这个投资能挣钱，把我们的全部积蓄大概有多少？大概有40万，他就开始去投资，结果赔了24万。第二次，他不是听信别人那个忽悠了。买这个东西保健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完了你卖给别人以后还能挣多少钱？结果花了4万买了10台设备，你这10台设备也卖不动，又赔了。他认为没赔，我都卖出去了，实际最后呢，压在手里2台，还有1台卖给我的爸爸妈妈了。哎呦妈呀！你想想，内部消化。当初啊，我为什么说连累亲属？这个在我心里是一根刺，是我当儿子的不孝顺，真的。你很激动是吧？该我说了吧？投资的事儿哈，那就是得挖他的根了。我呢，80年培养他上大学，那时候孩子4岁，
如果这个大学我要上，那就不一样了。你想想，4年的光景，家里外全是我的事儿，那我认可呀，我是丢珠宝居呀。想他呀，让他当个最起码的，不是说处长啊、科长就行。完了，那时候也得要面子。一说，哎呀，她老公是科长，是不是有面子？但是我没有达成。后来我一发现呢，真的靠不住，因为我指不上他了。我想让我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家庭生活要比别人强，一定要略高，不是1筹，而是2筹、3筹，甚至多少筹。抓住机会我就不放。94年从企业退下来了，对不对？我就上哪儿了？也不怕大家笑啊，上歌舞餐。我当了2年歌手之后，在酒店里有啥？是不是有那个经理啊，餐厅经理啊？你能干，我也能干，干了4年餐厅经理。到2000年的时候。我没什么太大事干了，但是我从入到酒店那一天开始，有没有婚礼？有，1男1女主持人。哎，你能干，我也能干呢。我干了20年的婚礼庆典，钱哪儿来的？靠工资那俩钱儿。从开始生活到现在，我那个39块50例外啊，除了那以外，我从开始做服装开始，我没花过工资的钱，没有，都是额外赚的，就到现在也是一样。但后来为啥投资了？实在没有什么路可以干了，总想让他家庭啊锦上添花，没别的意思。我能拿出40万来，对不对？去投资也好，什么也好。我呢，就是想赚钱，因为他靠不住啊。指着他怎么样？我就工资那个800钱600钱加在一起啊，就这样。靠不住。哎，就是这样。那40万都是阿姨挣的，对吧？怎么能说都是他挣的呢？基本上，他挣的是比较多。90%是阿姨挣的。你可以这么说。我赞成，我90%吧。按理说我应该跟他分，这要分的话我合适啊，对不对呀？那你看看现在分的是他，真的，那我可真是。您这个投资有没有跟叔叔商量过？我跟他经常说，我说你看咱家现在啊，你听我说啊，都先斩后奏都做完了，他才跟我说。都弄多少了，我这就是我们家的这个财产啊。等爆雷了，他才跟我说。多少了，我就跟他说，你别跟我说，你随便就这个。他要不管，我还挺来气。我能管得了他吗？后来呢，我一寻索性不管吧。就他这样的，你们想想，我能管了他吗？所以说吧，我跟你说，到现在我也不赔。为啥说？他呢，在人世间给我关上了一扇门，2020年，对不对？把工资卡拿下了。这什么门关上了？老天爷给我开了一扇窗。从他跟他分开以后，我这么说吧，我给我家宝贝哈，就我家孩子吧，6位数是多少？10万。2个多，都是因为我跟他工资卡分开之后，我为什么这么舍得？我是这么想，咱们活在世上，身体都健康。跟孩子要搞好关系。如果你铁公鸡1毛不拔，我想这个事儿也不好办。8月份吧，我们家宝贝哈就孙子过生日，这我也挺高兴，给他2600。到春节压岁，我最少这个。我懂这个意思了，就是咱姐姐是不差钱的，但是她现在呢，就每个月拿走了这个工资卡，您觉得这一个动作很伤人？对，所以说吧，她就是能把工资卡拿下，我觉得对我本身这么多年为这个家这么能贡献。是一种否定，他对我是一个侮辱。那个，咱回到关键的投资那事儿，您知道错了吗？过后知道错了。哦，那您跟叔叔说我错了吗？没有，他不承认。我不是不承认，他的意思，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目的是好的，最后赔了。你说你要顶天立地，你有个1000万，我就小鸟依人了。哎呀，我干嘛当女汉子？你找个富豪啊！我期望值太高，你没有达到。别生气，别生气。哎呀，咱们不生气啊，大体的情况都了解完了。其实今天他们的诉求目的很简单，就是叔叔觉得说我把这工资卡拿回来了，你们得给我评理，我拿回来是对的。但阿姨觉得不行啊，你把这个工资卡拿走就是对我的侮辱，所以让咱们几个评理，怎么办？咱们先听听您2位的。你看人叔叔还给阿姨交工资卡，你还没有呢。还是别交了。我站到叔叔这边，叔叔把工资卡一定拿好了。那阿姨投资也是为了这个家呀，是多为了赚点钱呀。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多赚点钱呢。工资卡呢？这不又扯到这个问题？现在就是，阿姨啊，您别的老这个投资了，投资点上不写吗？投资需谨慎嘛。叔叔拿工资卡吧，我估计也就能拿一阵儿。您放心，因为怎么说，男人一旦让女人管这么多年，他把这东西拿回来，叔叔您花钱的时候心虚吗？
对呀，对吧？你还是早晚得还回去。但是我不支持阿姨那个什么了，工资卡你让她拿着吧，这。阿姨，我还是支持你的，你还是把工资卡要回来吧。哎呦，我还是支持大哥这个的，投资方面必须得理智一点。这个我特别理解这个大姐。因为我们家就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家这个也是，以前也是投资的，也没少赔。哦，你也把工资卡要回去了是吗？我们没要回来。哦，我们家工资都在一起。哦，谁花谁用。其实你说人生谁还没有一回两回的这个失败呀，是吧？这个不顺意是不是？但是呢，敢于去这个尝试，目的呢是想把家过好。那这工资卡呢，该不该要回来呢？哎呀，都一辈子了，这么大岁数了，大姐不管咋的，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再说在你家也有功劳也有苦劳，就给他呗。完了就哄他个高兴，他高兴了，心情好了，多活几年，好好照顾你，你也多活几年，身体也好，那多好的事儿啊！多活几年是对的，工资卡呀，他习惯就好了，就这样。还是不想给，习惯就好了。叔叔，我现在要说我的建议了哈。啊，好，这卡您得还，但有一个前提条件，您心中有根刺儿。对，因为这个刺儿在作祟，所以呢，这卡拿在手里啊，安全也好，是一种这个警示也罢，但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我听阿姨说这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真是太棒了。其实是我们晚辈学习的一个榜样。谢谢。这么一点事儿可以过去，这卡得还，但有个前提条件，阿姨，您得跟叔叔道个歉。为什么？投资的目的是好的，但是得经过咱另外的这个一家之主是吧？一半同意呀，咱不能这么盲目啊，不能只是通知啊，对不对？你可是拿着2个人的财富，然后做着1个人的意愿的事儿，那不行。况且，叔叔，我相信阿姨不会再做类似的事情了，但即使做，一定会跟您商量。所以阿姨这边表个姿态，这事儿就能过，这卡就能拿到手，信不信？您试一下。我说说啊，这工资卡在我手里，我就有一个财务的自由权了，出手大方一点，这样呢，男人是有里有面，是不是？应不应该这样？应不应该？这个是这样的，作为一个爱情保安来说，这个题对我来说有点超纲了。怎么超纲了呢？确实是，你看啊，对于我们来讲啊，叔叔阿姨啊，走在街上的时候，我们不羡慕那些相拥而吻、热恋的年轻的情侣，反而我们更羡慕的是白头偕老的，像你们这样还在街上牵手的老人。有那么一句话，就是相濡以沫平山海，并肩携手共白头。这就是你们2位给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感悟。2位多好，嘻嘻哈哈，欢欢乐乐，到台上吵得急眼了也不太大发脾气，相互之间还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叔叔开心就好。您让他拿着就拿着，他再支配他1个月多少钱呢？您说，你也不在乎那些钱，对不对？是这样啊，就是您不是说今天心里有刺儿吗？就是其实也听得出来，您这些年确实不容易，而且呢，您是一心为这个家，就没想到说，哎，老了到头来了，先生居然把工资卡给我要走了。对，这个工资卡在您这儿意味着他的心跟您在一起，就在您这儿觉得俩人过日子就钱放在一起，我们就是一起过日子。当你要把钱从我这儿剥离开来的话，你就是要跟我分家了，这是您的概念。可您知道他的概念是什么吗？其实他是打着您投资失败的幌子，干了一件事儿，叫做翻身农奴把歌唱。什么意思？您应该懂。这些年您又持家又挣钱，您是一个大女人，您非常的辛苦不容易，但也想必您在家是一家之主，您说一不二。他在这个家里面可能没有什么话语权，对吧？所以呢，就是他看着说，哎，这个你终于让我在你这个人生当中逮着了几次做错的时候了。你看你投资失败了吧，1次2次，好，逮着3次了。我终于能有个借口拿这事儿拿捏您一下，说一下子了。对于男人而言，他们怎么能够在这个家挺直腰杆呢？我有花钱的自由权。他并不是说我想跟你
隔着心，或者咱俩以后就各花各的 AA 制。其实他工资在我这儿的时候吧，我每个月都给他钱，我怎么可能不让他花呢？是，明白。不，您每个月给他钱和这个钱本身就在我自己兜里，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不信呀，您把所有钱给到他那儿，让他每个月给您钱，您尝试一下，感觉一下。这男人兜里要有钱还了得？阿姨啊，我就是想跟您说一句话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啊，心中的刺儿不是别人去拔的，是我们自己要拔出来。就我们已经都，其实在我们看来是非常羡慕你们，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向你们学习的。外人看来是这样的，那不敢。所以就是您要怎么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呢？就是您要学会自己去把这个烦恼给它排除掉，自己想办法去想通这件事儿，您二老的身体才能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就您二位出来的时候啊，我就看您头上那个白发呀，风姿绰约的走出来，我心里面就念这句诗，你知道吗？啊，我就觉得真真正正就写你们，然后听你们俩的故事啊，我觉得在爱宝的舞台上面，那么长情的，我们说一辈子的爱情，好像也不多，但是真的你们两个人是见证了这一辈子的爱情。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现在目前就是一个理性和感性的较量。对于叔叔来说，你做错事儿了，我是不是应该惩罚你？你做错事儿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卡还给我？你看我憋屈了一辈子了，可逮着机会让我可以好好的扬眉吐气一下了。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叔叔，阿姨她不是你手下的员工，不是你犯一个错就能开除的人，对吧？对。今天她是犯错了，就因为这一个错，你就剥夺了她享有你这个收入的权利，那不就是你把她给开除了吗？他现在心里面难受的就是这一点啊！凭什么我为你干了一辈子了，然后我就犯了这么一个错，然后你就直接就把我开除了，就把我扫地出门了？他现在是这个感受啊！既然我们把感性的问题聊到这个点上面，感性上面我们都站阿姨这边，我们聊一下理性方面。阿姨理性方面是什么？叔叔今天说的所有话里面就一句话是有道理的，他说我得有一点预备金嘛。我觉得这话有道理。万一他有个什么急事儿，他要用到钱，找您又找不着，他手上没钱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您管一辈子钱，您知道人所有的钱都在您这边，他那边是没钱的。那他那边如果突然之间，比如有个什么急事要2万块钱，这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啊，人到一定年纪之后，我们不说这个财政的投资权归属谁，但是这个年老之后的这个预备金是要预备下来的。我是这么想的啊，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工资卡必须还回去，这没什么可说的。工资卡是一个象征，象征的是什么？象征的是你这一辈子是认同阿姨的。但是阿姨是不是也可以从您的那个厚厚的家底里面拨出那小小的一部分，留一点点钱给叔叔，比如5万10万的，留一笔钱给他存起来，这个卡呢交到他手上，不许他乱花，每个月要报账。但是这个钱呢交给你是干什么的呢？就是预备万一是不是有什么急用的时候，你可以拿来用一下。我觉得这样是不是两全其美了呢？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对吧？这是女人常说的。而且在古时候呢，也确实是女人在当家，钥匙一交给这一个，对，基本上标志了这个地位就归她了。这个钥匙不是打开家门的，是打开家里头藏钱的那个小匣子的金银细软的。一般来讲，婆婆当完家交给媳妇儿来当这个家，一旦当了这个家，也就是对她的一个认可。这张卡的收走，一方面叫做我对你的信任收走，一方面叫做我对你的爱收走，还有就是我对你的惩罚直到今日都没停止。所以这根刺才一直扎在咱阿姨的心里。所以卡咱还她，有卡了你想又能咋样？谁家没他几十张废卡？大家消费都刷手机，谁没事拿个实体卡？您把卡还他，把自己手机绑上不完了？每个月您就要求咱阿姨别把卡上钱转完，让您自己消费的时候滴了一下的时候还滴得出来，这不就完活了吗？我得叮嘱您一句啊，你看我们都是
让叔叔把卡还给您，对不对？您要做点什么，别忘了我说的。这个是不能就是黑不提白不提就过去了，你不能拿以前的功劳去掩盖您的过错，对不对？理财和投资咱就不做了，对，尤其老年人他会踩很多的坑的，对。少不躺平，老不投资。哎，好了，二位叔叔阿姨，您也歇会儿坐那儿，好吧？好的，你想想我们晚辈们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您琢磨琢磨，好吧，琢磨琢磨啊！来，谢谢啊。我们换下一组嘉宾。本期第3对情感嘉宾，曹先生66岁，来自山东，退休；崔女士66岁，来自山东，退休。那么今天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眼中的对方是怎样的？他太爱玩了，玩起来什么也不顾，从来不管别人的感受。他的性子特别急，总叨叨我，想干啥干啥，从来不考虑后果。你希望对方变成什么样？我希望他更男人一点，多顾家一点，跟我多沟通一点。我希望他多温柔一点，办事多考虑的周全一点，对我理解一点。女士抱怨先生太爱玩了，不顾家，是吧？对。但是先生又说就我希望您多考虑考虑他的感受，说说吧，发生啥事儿了？就是我们是黑龙江那边的哈，那边就是冬天的时候都比较冷，很多人就是夏天种地，冬天没啥事儿去麻将馆。他呢就是特别爱玩的一个人，只要有时间他就跑那地方去。但是呢，我不希望那个，因为为啥不希望去那个？一个是那里边吧，那个环境不太好，烟熏火燎的，大家都抽烟嘛。而且来说，不管是你再忙，你再有啥事儿，他从来不当事儿。比方说我们家有一回吧，那天晚上，我俩吃饭的时候就看电视，完了说2天以后有大雪，我说你这2天别玩了，我家外边有一大片苞米，就是一大堆，我说咱把那收拾收拾。收拾完了以后把它放库里，不就放心了吗？以后再下雪咱也不怕了。他还答应我了，行。结果晚上吃完饭以后，完了又惦记着，后来还说我今晚上不玩了，我就看看，我一会儿就回来。结果这倒好，去了以后第2天早晨8点多才回来，回来就着急吃饭，吃完饭以后就着急去睡觉。我说你去睡觉，我自己干，那活啥时候干完啊？所以那天我真的就是急眼了，我就没让他睡。还有一回是啥呢？一般的情况下我身体挺好，很少感冒。就那次呢，感冒了，特别难受，早晨不愿意起。他说啊，我去给你叫卫生员去。结果倒好，过了一会儿卫生员来了，完了他没回来。结果他那天玩到晚上10点多钟他才回来。我说我把医生给你叫家去了。给你拿药，你吃点药就睡觉呗，我就去玩去了。结果晚上回来他就不高兴了。那我也不是老有毛病，我就那天难受的要命。那你说你出去1天都不回来，而且水你也不给我烧，饭我也没吃，我那1天都没吃饭。这小毛病自己烧点呗。心里有我吗？就这么多年呀，我俩吵来吵去，其实就为这个麻将就吵了很多，而且呢，真的就是没吵明白，所以我就寻思来这地方让老师们帮我们指点指点。他因为打牌耽误了很多的事儿，是吗？对。那您管大哥了，大哥经常管您吗？我不管他，但是他有一次搞那个投资也赔了不少，都没跟我商量。投了多少钱？40多万。40多万啊，一样。你俩是商量好的吗？一个项目是吧？那这您有什么反应啊？对于大姐这事儿，当时他都没跟我商量这事儿，我就回来我就叨唠他，他觉得他还挺有理的呢。哎，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好吗？我是为了这个钱吗？他根本他就没考虑这个钱赔钱的事儿。哎，这个吧，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之前是上班开工资，完了后来就是承包了，承包了以后那个时间段呢，就是岁数也不是很大，而且呢心里呢就是。因为家里从小的时候吧，姊妹多，过苦日子过怕了，就希望自己的家呢，能把日子过好，完了那个给孩子给这个家，有点余富。但是呢，那时候又挺盲目的，不知道是去做点啥。当时呢，我身体也是有些状况，就是睡不好啊什么的，人家就介绍我吃了一款产品，吃了以后呢，后来我感觉效果挺好的，完了我也那个尝试着做一下。后来也卖出去了一些，但是现在手里确实还有。反正就是也算是投资失败吧。对，这个也损失了一些金钱哈。那你们2个人在生活当中，其实相当于是妻子
在家里面管的更多一些，丈夫管的少一些。对，我管的少一点，对吧？那平时在生活当中对您关心怎么样啊？哎呀，不关心大事小事的，他都往后躲。我家那时候就是种地，种的挺多地，我家种了400多亩地。完了那个秋收的时候，他在地里开收割机，完了我在后边呢，就是卸粮啊，什么雇车呀、雇人开车什么的，都是我去张罗这些。是不是一碰上事儿，您就基本上让他去解决？多数是他管的多，他出事的多，我处理的少。就为啥他处理的多呢？因为我家的事儿都他管，他当家，他说了算啊，所以还是人家有能力嘛。对，所以一般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对吧？人家还是人家有能力嘛，对吧？对，有能力比我强。还有一年是那个我们家去交粮，交粮的时候吧，完了带着好几个车，装完车以后，他其实就惦记着去玩，他就说你跟着车去吧。结果我就跟车去了，完了那个中午吃饭的时候也没啥事，我说你就跑秤，看看秤。你等我说完呢。又没啥损失，我在家装完粮我不得收拾收拾吗？对不对？他接粮卸粮，他也不愿意跟着去。你等我说完呢。等我那天我就带大伙儿，我就带着人家司机去了。结果一帮司机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在那块开玩笑说，那个女的是不是没有老公啊？那怎么每次她家事我都看她就是他出头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哎呦，我听了这话我就可伤心了。你说我本来好好的有个家，完了那个我老公啥也不管，完了就是啥事都推给我。我考虑的事儿简单，不像他考虑那么多。一般的小来小去的事儿我都不管。那我问您一下，就是您打牌算大事吗？打牌就是玩嘛，不算大事吧？不算大事是吧？您打牌的频率是1周几次？哪是1周几次？有时候都连轴转，2晚上不回来。今天8点钟走，可以到后天上午8点钟再回来。那平时他去打牌的时候，您干嘛呀？我有时候出去学点东西啊。后来的时候，完了我就开了个养生馆。你俩孩子多大了？孩子40多岁了。有孙子孙女啊？有孙子啊。孙子，你们需要给带孙子吗？带啊，也需要带。就是我们两家互相换着看，孩子在北京呢。你们俩一起去吗？一起去。那儿打不了牌了呀，对吧？对，看牌打不了了。看孩子是打不了，但是吧，你知道他就是玩心重。有时候我就寻思带着孩儿哈，学点东西。他在卧室打游戏，打的声音还可大了，整的那孩子都没心学，一会儿就过去看看，一会儿就过去看看。哎呦，真的，我就觉得这一辈子也不知道咋了，啥事都跟他说不在一起。你就跟他说的时候，他就是，哎呀，那有啥呀？啊，那我就觉得小孙子还小，先学着不着急。我是让他玩，别惹他不高兴。行，我觉得没啥事儿。你俩进来干嘛呢？我就觉得这一辈子跟他过得特别憋屈。你说这家里事儿啥事儿也不管，好几十现在了，完了就有一个玩，只要是玩，不管是人多人少哪地方，他就溜溜的就去了。而家里400亩地呢，不可能只玩。他那个什么，夏天干活的时候，夏天就是种地的时候他干，对嘛？所以嘛，他不可能只玩，因为一听400亩地呢，是吧？就是玩麻将不愿意，没别的。对，我主要矛盾也就是这个了，就觉得玩了一辈子，然后觉得自己在他心中没有这个牌重要。也没有玩一辈子，他1年也就没几个月能玩，就冬天玩那么3、4个月吧。他冬天你说又没别的娱乐项目，冬天没有娱乐地方，就是有个，而且都65了，对，这时候还退休了都不能玩，这怎么办？来吧，咱们问问那位写手咋办呢？我感觉挺羡慕叔叔阿姨的啊，能让我看到他们之间的爱情。其实叔叔，我感觉就是冬天呢，虽然是没啥玩的，领孙子出去打个雪仗啥的也行。冬打雪打雪仗，皮网去那个麻将馆什么强，阿姨确实挺爱你的。他说能听到满满的关爱，然后这话好像说给自己妻子听的是吗？是吗？他对你爱答不理的那样是不是？对，哪怕心疼你说，哎呀，你这老抽烟，什么空气不好啊之类的。也没有这样的话是吧？没有，就哪怕训我2下都可以啊。那我回家就训训你啊。训都没有。所以说你混到啥程度，连训都懒得训你了。不是因为他歪理太多，都不想跟他说了。对，没法训，对吧？我感觉吧，阿姨挺不容易的，叔叔感觉没有担当，毕竟家是2个人的，是不是？啥事家里就是大事小事都是阿姨自己，我感觉叔叔应该帮那个阿姨一起分担分担。我觉得吧，这个老弟啊，你可以增加点别的兴趣，锻炼身体这方面呢，你哪管出去旅游都比这个强。结婚多久啊？得40多年吧？40多年了。40多年了。哎呀，不容易，不容易。结发为夫妻，恩爱一定要2不疑。大姐一定不要怀疑你们之间的感情。
谁没点兴趣爱好，谁没点缺点呢？对吧？不要一听别人说，哟，这是不是没有老公啊？咱们有时候身边就是有这些闲言碎语，但咱们心里得有杆秤。你们俩到底有没有情，有没有爱，您最清楚。我绝不排斥玩，我觉得大哥之所以能这么玩，就是一种年轻的心态。正是因为这种年轻的心态，现在这状态很好，保持那种年轻时单纯，没有什么歪心眼儿。所以大姐，多带他去玩，不要带他一起到孩子家里去看小孩，那是在给别人做贡献。你们2个人一起去玩一玩，多在旅游的当中、旅行的当中互相聊聊天，多沟通，这样呢，给自己制造一些新鲜感，继续把日子往下玩下去，你们会越来越幸福的。其实听起来呢，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看这么多年了，其实一直都说着，哎呀，我不喜欢你这一点，我不喜欢你那一点，但是更多都是不厌其烦，都是不离不弃嘛，对不对？这种相守一生，我觉得才是最真挚的浪漫了。所以很好，就互相多接容，多去为对方考虑。但是大哥他其实是替你考虑了，你的身体不好，他不在意你玩，他在意你的身体，那就减少次数，好不好？好，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特别好。其实夫妻2口子过到最后，谁都会特别烦彼此，但那种烦其实也是一种爱。我还是那句话，65岁退休了，可以有娱乐，我觉得这是没毛病，没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很绝望。但是，大哥你别点头，我对你有一个要求，叫什么呢？叫娱乐但不沉迷。它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一叫就走。比如说大姐说我们家这个事儿我跟你提前说好了，你没回来，那是您不对，对吧？这大姐啊，我觉得您呢也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说话太极端。您自己也说了，人夏天还是干活的，400亩地呢不可能不干的，对不对？人田里面肯定也是一把好手，对不对？啊，他在家里面肯定也是承担很多事儿。你看你那40万玩走了20多万，人一句话都没有，这大爷还拿了一张卡呢，人一句话都没有。2个人都到这把年纪了，开开心心的吧，希望2位还能长长久久，好吧？谢谢。其实挺难的，就觉得今天我们3位妻子在这里的时候，都会觉得过得比较紧绷，好像丈夫们的生活过得相对于从容和有趣很多，妻子们会显得略有乏味。但其实这怪谁呢？这真的不怪身边这个男人，换哪个男人你们都会过这样的生活，因为这就是你们自己选的，你们给自己预设好的人生样本，或者你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成为乏味的妻子，要成为尽职的母亲。只有你做一个乏味的、刻板的、没有太多吸引力的妻子，你才可能在家里安于事不惹事儿，你才可能勤劳本分为这个家庭奉献。所以这也是很多年来对于女性一旦做了妻子时候我们所接受到的教育。就因为这样，所以等老了以后，忽然有一天发现我亏了。我为什么亏了？因为我老了可以放松下来的时候，我已经被无趣这个套子套紧了。我居然不知道老了以后我该拿什么娱乐自己，我居然放松不下来，我居然没有得到我所预设的回报，那就是丈夫给我全部身心的爱，全家都爱我，我是最伟大的母亲，最伟大的妻子。结果没得到这些，心里觉得挺难过的。那么现在其实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就是放松下来，我们先把自己放松下来，想一想，我如果丈夫不在身边，我做什么？什么能让我最开心？然后如果让我和我丈夫一起来做什么，能让我们最开心？让我们最开心的一定不是带孙子。带孙子这事儿你开心，但丈夫未必开心。可丈夫在身边怎么能够让你开心呢？他拿手机时不是打游戏，而是拍了我老婆带孙子时候的照片，你老婆那个时候就最开心。您懂这个意思吧？好了，那至此我们3对嘉宾所有的这个求助都已经结束了，请我们3组嘉宾到我们的门后再好好的考虑一下。我觉得无论到什么年纪，
我们都是像中国广电192一样就要爱，但是其实大家要爱的方式有的时候有点莽撞，是，就是我们想要让爱相连，但是你要用一些智慧，用一些方法。但是后面2组，我觉得老年夫妻反而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的，对吧？我们看看第1组吧。其实我还挺期待他们有没有什么启发，受到什么启示的。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1组嘉宾看一看他们的结果是如何，请开门。我特别想知道他们俩达成了什么一致。对，是按照我原来建议的，您带着孩子走，1年不起诉他，给他1年机会，让他跨过边境线的这样的一个。不是，还是我说的这个，好好的挣钱，好好的写东西啊。还不是我自己说吧。刚才老师们说完，我在这坐着看着那2对阿姨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想让我媳妇站那也白发苍苍的，跟我，所以就是我不执迷不悟了，我不想我的梦想了，我去好好挣钱，我养着她，养着我的2个宝宝。我娶她的时候，我希望她是个开心的姑娘，但是这几年8年，有了孩子以后，我只顾着忙我自己内心的自私的想法，我没考虑过她。我总感觉我要是挣好多钱，她会开心。其实我感觉她开心是因为我在她身边。哎呦，这个触动是不小的。快抱，加油！不谢了吧？哎呀，不容易，他能做出这个改变。多抱一会儿吧。我觉得今天受益最多的就是你们2个人了，还真是太好了。我们也特别的，说实话，你们的这个改变，这个达成一致，我们都没有想到。没想到，真没想到，没想到，对。太值了。然后姑娘也要改变，对啊，你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就这一段，你得写个网文。真的，哎，真的，这个值得，这个故事值得。祝福你们，祝福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老师。哎，这个没想到啊！触动这么大哈！这个不是我们说服他的，真的是场上的嘉宾说服了他们，对吧？对，几十年的婚姻说服了他们。白发苍苍的样子，还在这儿那个较劲呢，多好玩！真的是他自己的感触和相互之间的影响，这个化学作用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看70多岁的这一对夫妻，他们是怎么样回到我们场上的？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触动啊？那在开门之前呢，我们要提醒一下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登录我们的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好了，我们一起来共同期待，请开门。这是要交卡了吗？头一交了。哎，您心里那刺儿拔了吗？哎呀，现在拔掉了。抱一下，也让我们见证一下70多岁白发苍苍的2位老人的拥抱。对呀。谢谢你们，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再见，再见。太好了，太好了，祝福他们！哎，我们赶快开门迎接我们的第3组嘉宾。所以咱这是达成什么共识了？对，少玩点以后改了。对，好玩点，多找点兴趣爱好。抱一下，抱一下。
对他们来说，可能这个拥抱是久违的，抱了。对，但是这一个拥抱，我觉得有的时候胜过千言万语。嗯，下期爱情保卫战再见。